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那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4月份已经就要过去了，那马上5月又要迎来。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5月份的运势如何，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好消息，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这里一共有3张神谕卡，深呼吸，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的一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我们现在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第一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小伙伴5月上旬的运势如何。这边切牌是一张宝剑6的逆位，那可能你们在上旬还是深陷在一片纠结犹豫当中的，特别是在5月刚开始的时候，那过去的一些人事物，就像紧紧缠住你的藤蔓一样，导致你没有办法潇洒的脱身离开。可能就是一些本应该果断画上句号的事情，却因为各种缘由一直是拖着，迟迟没有做出一个了断，所以它严重的影响着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是对某些人你一直是狠不下心啊，难以彻底的分手放手，又或者是说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一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卡在一个环节上面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你们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就是比较混乱的，让你感到很疲惫。就可能你现在的工作安排不是很顺利，然后周围的环境中呢又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麻烦着你，就是让你感到很疲惫不堪。那看到尽管就是说现在这个外部环境看起来是比较混乱无序的，不是很好，但是你自己在内心上5月份的上旬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动出击的渴望，你的内心还是充满了行动力的，充满活力的。所以5月上旬其实非常适合你们去开启新的计划。如果是有一些想要做的改变，不论是说你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踏入新的领域，换工作，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想要创业等等，你都可以在5月份去做一个尝试，去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做调研也好，去找人沟通，去找合伙人，或者是去聊一些客户，或者是你去主动的去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上旬是一个行动的黄金时期，就只要你有想法，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果断的付诸实践。那在上旬的时候，小伙伴们需要在人际交往、合作项目以及情感关系等方面要格外的留意，可能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情况。或许就是在合作项目当中，合作伙伴会对你有所隐瞒，他没有将关键的信息全盘托出，就可能会导致你在做决策的时候缺乏全面的依据，从而呢做出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决策。那也可能是在情感关系里面，对方他没有向你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真实的情况，那让你对这段关系、对这个人产生误解。那同时看到在5月的上旬，互动不平衡的问题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上旬你们在感情中可能会付出的更多一些，就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它都有可能。就是你会主动的去关心对方，主动的付出，但是对方却很少的给予你同等的回应和关心，所以可能上旬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让你感到很委屈、很受伤。那所以说就是在5月上旬人际交往当中，一是要切勿盲目的轻信对方的承诺，另外一个就是要保持理性和谨慎，不要过度的去付出，还是要通过实际的观察去了解
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5月中旬的话，首先就是恶魔加死神，还有一张宝剑七。那这个就是预示着我们很多小伙伴可能在5月中旬会经历一次非常深刻的解构与重生。你会挣脱一些束缚性的枷锁，那这个枷锁很有可能是一段充满控制欲、不平等、压抑的情感关系，让你失去了自我。那5月中旬，你终于鼓起勇气选择离开，然后重获自由。也有可能就是你会逃离一些比较陈旧低效的工作模式，然后它限制你的发展。所以在5月中旬的时候，你就是决定打破常规，尝试着寻找新的方法、新的突破。又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存在着一些过度的欲望，对物质或者是对某个人、对一些关系会有一些过度的追求、不切实际的想法。那终于你在5月的中旬会狠下心来去思考什么才是适合你的，就是你会放下对一些欲望的追求，不再去渴望那些与你现在经济实力不匹配的东西。就是很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有一个很想买的东西，或者是很想得到的人，那5月中旬的时候你们突然就放弃，不想买，不想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去做一个断舍离，清理掉一些你过度的欲望，然后消耗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低效的工作模式，让你压抑的环境等等等等。就是5月的中旬，你会去做断舍离，离开一些东西，然后去迎接一些新的改变。能看到在中旬的有些人在感情上会有一个慰藉与释放，特别是会与家庭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家庭氛围也会变得很融洽和谐，让你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就可能中旬有些人会和家庭进行聚会，或者是说跟家庭成员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沟通，打电话、打视频等等。总之你就是在和家人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安宁、平静、支持、鼓励。如果有人之前是和家庭成员有矛盾，然后家庭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5月中旬是一个化解矛盾，然后缓和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时期。那来到5月份的下旬，首先切牌是一张月亮，那你的内心可能在5月下旬是比较的波涛汹涌、起伏不定的，可能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像一直深藏在你心底的暗礁，就时不时的它就要出来刺痛你一下。那5月份的下旬它又出来了，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冒出来，让你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可能就是会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实际上情况来看的话，这些你觉得很艰难的时刻，只是一个过渡期，一个正常的反应，就它并不是那么的严重，也并不意味着你注定要走向失败。所以就是这个时期你需要去耐心的度过，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另外看到你在情绪波动的同时呢，在5月份的下旬也是会迎来一次内在的能量的补充，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可能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然后给自己安排一些让自己变得舒服开心的事情，去取悦自己。比如说给自己安排一个按摩，安排一个旅行，或者是说去学习跳舞健身等等，就是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也有人会开始重新审视你自己的价值，
就会发现你自己其实拥有很多很多独特的魅力和优势，就不会再去跟别人比较，就可能看到你之前可能一直是有跟你竞争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在心里有一个假想敌，或者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目标，有一个想要成为的人，那你一直是想拿自己跟他做对比。那我看到5月下旬可能你会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独特的之处，不再和他做比较了，就是会肯定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的美。那还有可能看到说5月下旬有一些项目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或者是说你之前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暂时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成果，进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5月下旬还是需要各位呢再坚持努力一下。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慢慢的找到了应对问题的方法，找不到了这个项目关键的节点。所以说5月下旬呢不是一个说放弃的好时候啊，还是要各种各样的事情你都应该坚持住，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5月份会有哪些好消息。首先就是宝剑一的正位，你能够拥有一个比较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的去看清事物的本质，新创意、新想法会不断的涌现，所以在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你会用到一些新的方法，不再是一些过去那些陈旧的、老的、过时的经验在教你做事情，就你会发现一些更高效的工具方法，去完成你的工作。另外就是说这个月你的行动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大概率如果能动起来的话，是可以抓住一些新机会的，会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开端。另外在学习知识技能的时候，你也是学习能力非常出众，能够很快的去掌握要点，然后将这些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然后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所以说如果有人是有考试的话，那你大概率是能够取得一个比较优异的成绩，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或者是如果有些人在工作中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知识的话，那你也是能够得心应手的。那另外就是看到你们呢在5月份家庭关系是会变得和谐美满的，会很和睦。家人之间是能够相互支持理解，然后家人朋友都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友情方面的话也是，就是你可能会跟朋友的关系更加深厚，然后或许呢你会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去娱乐、唱歌、吃饭等等，就是会跟朋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那如果是有团队活动的话，那团队成员之间也是能够默契配合，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个比较融洽和谐的团队环境。那这边还有一个是权杖6正位，所以就是说你之前付出的所有的努力，留下的汗水都不会白费你的工作成果也好，学习成果也好，都是能够获得一个成功，或者是说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的样貌身材，可能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就是会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那需要注意的事项就在于，首先我们第一组小伙伴要避免过度的理想化，某些人和事不要总是幻想一个完美的情况，因为现实往往跟你的幻想是有差距的，所以如果你对他的期望越高，那你就会失望越大。
另外就是很有可能5月份你们有些人会感到压力很大，会觉得很疲惫，所以就是提醒我们第一组小伙伴5月份不要独自的承担，特别是在工作上面，不要独自的承担一些不是应该由你来做的工作，去尝试寻求他人的帮助，要求合理的分配工作，给自己减轻压力，就是不要背负太多你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会让你很累很疲惫。另外呢，也是在与朋友的交往当中呢，要避免产生误会、矛盾、冲突。那在沟通的时候也是要更真诚、耐心一点。因为你们很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消息有误差，或者是传达不到位导致的误会和分歧。所以就是提醒你们要及时的沟通，不要猜测，不要在心里猜疑，也不要让小小的问题然后积累成一个大的矛盾，然后破坏你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另外看到说，如果有一些人需要在5月份做出决策的时候，那需要更加全面的去考虑，去权衡利弊，不要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式当中，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做决定。那再看一下神谕卡给到你的祝福和提示是，首先这个是 The tide will come in where it's ready。就首先你是要保持耐心，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发展节奏，不要过于急切，不要急于求成。5月份可能还并不是一个收获成功、收获美好的很好的时机，但是看到它是在向成功进展的，成功是在缓缓的向你走来的，所有你期待的事情都会如期而至的。另外一个就是 Big Beauty Mysterious Wild and Free，就是要允许自己像大海一样，既拥有迷人的美丽，又充满神秘的魅力，既能展现出你不羁的野性，又能享受你自由自在的状态。就是要勇敢的做自己，释放你内心的力量，然后展示出你独特的个性。可能5月份你就是能够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去抓住一些不错的机会，所以就是大胆的展示自己就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啊。Hello， 这里是第二组。那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组小伙伴在5月上旬的一个运势情况。上旬开始呢，首先看到你在物质层面或者是在技能领域，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积累就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所以说你们有底气去面对新的情况。可能是你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可观的积蓄，或者是你们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都是相当扎实的，所以就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和信心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变化。而且看到有些人是已然察觉到生活是需要做出改变的，可能内心深处会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不能按部就班的维持现状，你的内心是非常想要有一个突破的，而且可能为了这个突破，你之前是做了一些积累的，就或许是你存钱，或者是学习技能，考取一些证书等等，就是你不是一个说改变就改变的人，你是要等到有一定的基础，觉得这个事情十拿九稳之后，才可能会说去做出一个改变和突破。所以
你们可能内心这个想要改变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急迫的，但是你的行动又是不急不慢，缓缓的，在逐渐的积累的。可能5月的上旬看到会有一些好的消息或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会推动着你去迈进这个前进的步伐。可能有人会收到你一个心仪公司的面试邀请，或者是与一些重要的人物结识的机缘。总之就是你长久等待的一个好消息、好契机会到来。那这个消息可能会打破你之前纠结停滞的这个状态。那当然看到你的内心面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恐惧、焦虑的，就是会有很多过度的思考，反而会让你陷入到一种僵局上面，行动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你总是要把事情想得很细致、很完美、很全面，但是又会显得你过于纠结、过于犹豫，导致你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动手去做，去付诸实践。就是你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构思、在想，但是就是不去做，不去验证。那另外看到有些小伙伴在上旬对于自己的工作会有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或者是说如果有人是处在一个领导地位的话，或者是在团队中是一个核心角色的话，那可能你们会带领大家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5月上旬你会激发自己的领导能力，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岗位上的变动，会升职加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5月中旬呢，首先切牌这边是一张恶魔，所以进入中旬可能你会陷入到一些不太健康的依附关系当中，或者是权力欲望的游戏当中。有人可能是在情感关系中会过度依赖你的伴侣、亲人、朋友，或者是对方去掌控你，让你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能力。也有可能就是某些人，你们在工作上面会被上司、被领导过度的掌控，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会受到极大的压抑。就你的领导会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一会儿让你这样，一会儿让你那样，或者是他也有可能就是利用他比你官高一级这样的官威来压制你，让你服从他的安排。还有人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对于物质的欲望，或者是产生某些不良的习惯。就看到有些人是处在一个被控制的一个地位上的，对方对你施加过多的控制，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没有丝毫的自由和可以发挥的空间。然后你对这个情况呢也很感到很无力、很生气，压力很大。那可能是一些来自于你原来的团体，你本来很期待他在团体中获得支持，但是这个好像并没有出现。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工作当中，领导对你施压，你希望能够联合工作伙伴大家一起去反抗，但是好像并没有得到大家对你的支持，甚至可能你会发现你在团队中逐渐的被孤立，难以获得别人的支持协助。另外也有可能是发生在家庭关系当中，可能你的父母会对你有过度的掌控欲，希望你服从他们的安排，让你去相亲或者让你回家工作，家庭的关系会出现裂痕，家庭中也是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是看到可能即使你们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但还是会有一个真正的情感链接，会有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相信你、信任你、支持你。就是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总有人与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那这边还有2个七，一个权杖七，一个圣杯七，都是逆位，就是要提醒我们第2组小伙伴，那在5月中旬的时候，不要用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尝试着解决你面临的真实的问题，也不要试图通过强硬或者是说逃避的姿态去维持你表面的和平。你需要去勇敢的面对现实，正视那些让你困扰的问题和关系，不要选择漠视，或者是也不要选择一味的妥协。那到了5月的下旬呢，切牌是一张宝剑4，就表示你开启了一段静心疗愈的时期。下旬呢，你很适合暂时的停下与外界的争执，远离那些纷扰复杂的事物，为你自己创造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自己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和充电。就可能5月的中旬，你经历了一个比较激烈的战争争吵，所以下旬你需要去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去恢复你的元气活力。就5月下旬，你可能会以一个比较温和有序这样的节奏度过，可能是之前经历了你半个月的高压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下旬呢，你会慢慢的梳理和消化之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呢，从中去理清一些关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边有魔术师和皇后的正位，都是暗示着你有很强的能力，将自己所具备的这些资源自己的一些敏感的情绪、丰富的情绪、第六感以及一些想法都能够将这些转化为实际的成果，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这些能力可能会帮助你在下旬重启你的生活。就是下旬你不要忽视你这些能力的培养，不要忽视身边人脉的建立，他们可能就是你涅槃重生的关键。那这边有一张宝剑3，那有些小伙伴可能过去曾经的伤痛或者是留下的伤口会在5月的下旬再次浮现，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于它这个出现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了，就是这一次呢，你能够认清这些痛苦的本质，然后去摆脱束缚，走出它带给你的阴影。看到5月下旬，有些小伙伴可能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会平衡和调节，你们可能会去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或者是做一些让自己心情愉快的运动比如通过看书、看剧、看综艺等等，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轻松快乐。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5月份下旬，终于你的工作不会那么的繁忙，然后有时间去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5月份会迎来哪些好消息。那首先这边有一个战车的正位，意味着我们第2组有些小伙伴在生活上面会迎来一个突破和转机，可能是一些长期困扰你的难题，或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项目，那即将在5月份它重新运动起来。另外有些人可能会与旧友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吃饭聊天互动也有可能就是你会从他们这些人身上得到帮助支持，他们会给你借钱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就是你们能够从他们那里感觉到温暖和鼓励。那这边还有一张宝剑10的正位，就意味着5月份呢，你们会迎来一个痛苦的结束，就是彻底的与过去的一些伤痕、旧伤 say goodbye， 然后去迎接新的开始。而且你们的幸福感也是会在5月份逐渐的提升和恢复，
那特别是在月底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与满足。那需要注意的点就是，首先呢是在做决策之前，一定是要保持冷静和理智的，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人际交往，千万不要硬刚，就是也不要说急于做出反抗，不要冒进，要权衡利弊之后做决定，就避免因为你的冒进冲突，然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做出让你后悔的决定。那另外这边也提醒第二组小伙伴，在通信或者是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也要格外的留意，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解的情况，就是误解对方的意思，或者是表达上面有误差，就是你要在工作沟通上面一定要清晰明确。另外还要注意留痕，避免甩锅。同时呢，也是要反复的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如果说对某个信息如果不确定的话，就是一定要确认，就避免因为这个信息的不畅或者是产生的误会分歧，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当中。另外就是看到过去的伤痕会被重新提及嘛，所以说你还是需要给予你自己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治愈这个伤痕，不要忽略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问题。就如果情绪不好的话，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发泄，不要一味的压抑，当然也不要说突然的爆发。另外这边还有一张圣杯一的逆位，就是可能会有新人出现，新的机会出现，但是要保持谨慎，特别是如果有一些不熟悉的人，然后不确定的人在靠近你的话，千万不要被表面所迷惑，还是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新机会、新感情的实质，切勿上头。那另外看一下神谕卡给到你的祝福和提示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Dream， Follow your yearning for the deep blue sea。 首先对于那些纠结犹豫徘徊做着计划但是又不付诸行动的人来说，神谕卡要提醒你，勇敢的允许自己去渴望，去追寻你内心深处所向往的广阔与深度，不要压抑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你已经准备的够充分够全面的了，是时候为了心中所想的目标前进，是时候动起来了，就不要一直沉寂在你的想象当中。第二个是 Perseverance Stay the course。 另外就是要提醒保持自己的原则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无论周围的情况是如何变化的，身边的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周围的人是如何的复杂，你还是要坚持坚定的选择你自己的节奏想法，不要被周围的事情所影响，要有自己的坚持和想法。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呀。Hello， 这里是第三组。那首先看一下第三组小伙伴5月上旬你的整体运势如何。首先刚进入到5月份的话，可能有些人在感情上会有一点不顺畅，特别是已经结婚或者是有家庭的小伙伴的话，那可能你们会在家庭中发生一些争吵。这个争吵有可能是围绕着你们的金钱物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这个争吵就是和钱相关。比如说要买的东西是不是必要，然后要给孩子报的兴趣班
要不要报，要报哪个，或者是有些投资理财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等等，你们会陷入到一些争执当中，可能会有意见不相同的情况。但是这边的切牌看到是一张权杖国王的正位嘛，就是表示着虽然有争吵争执，但是会得到解决，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争吵，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当中。那可能到了5号6号这段时间的话，一些你们正在等待的消息，或者是在等待对方的一个回应，会有所迟延，就沟通可能会比较缓慢，可能是你发给对方确认的一个方案，对方迟迟没有给到你一个最终的确定结果，或者是你给一些人发消息，总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另外看到有些人也会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况，凭借着自己的情绪行事，可能就是因为之前有人已读不回，或者是他一次一次的让你修改方案，你很生气，你很着急的想要跟这个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问问他到底是哪里不满意，就是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那另外也有可能就是在感情上面，你会很希望想跟一些人进行更深入的发展。有些人可能是在上旬的一个结尾的时候，会跟朋友发生小摩擦，你很希望去跟他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这个时候意气用事，强行的沟通可能会让你们之间的矛盾更加的激化。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摩擦的话，那希望是不要去急于的急切的解决问题，能够给彼此一些空间和时间，静待关系的自然缓和，而不是说你只是单纯的去发泄你的情绪，以谋求获得别人的关注，那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那来到5月中旬，看到你明显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感觉这段时间你会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非常棒非常好，可能之前一些存在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事情也是在往顺利的方向发展。可能你的沟通能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强，之前沟通不畅的事情，那也通过你的协商消除了你跟对方的一个对立的局面。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你们看清局势，然后选择明哲保身，就可能如果是公司这段时间有内斗，或者是管理层做出一些调整，你能够明智的做出一个比较利好的决定，所以说在这个比较混乱的局面中能够应付自如。还有就是有些人在工作合作协作当中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特别如果是经常是团队作业，或者是需要跟某些人来合作，这种工作方式的话，那你在工作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如果有人是正在跟一些人谈合作，去沟通客户，那也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或者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另外有些人可能也能够在工作上面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那如果是在学习一些技能的话，或者是你是学生的话，那也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是5月中旬，你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都会得到显现，然后你也有充分的才干来完成你手头上的各种各样的任务。但5月的中旬，特别是刚刚进入到5月中旬、上旬，持续的压力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凭借着你的理性和忍耐，
去稳固自己的根基，去坚持度过这个时间。然后到了5月中旬中间的一段时间，就会是一个黄金时期。就有些事情虽然是进展会缓慢，但是这段时间的积累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段时间在金钱、投资、物质上面的一些规划，你的选择和决定是非常的明确正确的。可能你的选择并不是那种很冒进很积极的投资，但是是一步步稳扎稳打的。可能你就是简单的储蓄存储，它是一个非常保守但是没有很大风险，缓慢但是是逐渐积累的。那到了15号到20号之间呢，你身上的力量就会更加的显现出来，就你的内心会变得平和，周围的环境也会逐渐的平静稳定下来，没有太多的波澜。这段时间你身边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给你再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序的进行着。所以说这段时间你不会表现得很急切很急躁。如果说有些人可能之前生病的话，那在这段时间也是能够恢复健康。而且呢，在中旬的末尾这个期间呢，有些人可能会踏上一个新的旅程。这个新的旅程是比较大胆冒险的，比如说会转学搬家，或者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掉入一个另外的未知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创业兼职的想法，就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15号到20号之间的这个能量啊，是非常非常的积极，然后阳光向上的。你会在此期间度过一个非常愉快、安稳、平心静气的阶段。5月下旬，感觉能量又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切牌是一张圣杯8，就代表着你正在主动的选择离开一段让你迷失自我的情感环境或者是角色。但是呢，你自己内心又是很挣扎、很不舍，有纠结，但是呢又想要做出改变，想要离开让你内耗的环境。就你觉得如果现在还不做出改变，不及时转身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彻底的失去真正的自己。有人可能是在工作氛围压抑的环境中工作很久，然后身边的一些同事又跟你关系不错，然后你也熟悉了这里的环境，然后觉得工资待遇也可以 OK， 但就是可能遇到的领导不靠谱，或者是说工作上面存在一些很困难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有一些勾心斗角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你很烦，然后工作很枯燥，你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义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价值体现，整个人是非常压抑的。而且可能有些人在这个上面是没有得到重视和公平的对待，所以就长此以往的一个状态下，会让你失去了活力和动力。特别是在5月中旬，你有一个沉淀和积累的过程嘛，那在你觉醒之后，你会非常想要摆脱这样的环境，可能就会有人产生辞职的想法。所以看到下旬，你们很多人是在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当中的，可能会因为压力，因为一些想法而失眠。就你的大脑很急切，想要理清思绪，做出决定，可是内心的情感呢又拉扯着你，会有一些恋旧的情绪，或者是会想起某个人，怀念曾经你们一起打拼的日子，或者就是说怀念曾经的自己，曾经自己努力奋斗的日子，所以就是导致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又或者是有些人想要离职，或者是想要跟领导或者是跟同事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你明明有很多的想法想要说，很多的话要说，很多的抱怨要说，但是面对领导的提问、人力的提问等等，你又说不出来，你又词不达意，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甚至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想好的借口、离职借口你也说不清楚，就是说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就是5月下旬，你的内心是比较混乱的，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那另外也看到有人，可能在下旬的时候，在情感上面会比较依赖对方，或者是对方会比较依赖你，可能会有依恋的情绪出现。可能是否是你们会突然跟对方有一个异地分居两地的这样一个情况，让你们就是赖赖唧唧的，然后每天要发很多的消息，打很多电话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5月份会有哪些好消息。首先呢，在投资理财上面，你会有一个不错的获利，或者是有一个稳定的获利，是没有太大风险的，在逐步积累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就是会有新的感情、新的机会、新的灵感登场，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会有人向你表示好感。那如果是在创作过程中的话，也很容易去获得一些新的灵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一些人是在努力的找寻合作伙伴，或者是在找寻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也是看到5月份会有一个不错的进展。另外的话，看到权杖的能量会比较强，那可能在5月份呢，你的行动力以及掌握全局的能力是在逐步的显现的。在5月份，你会计划或者是思考些什么？或许你是很犹豫不决的，但是看到你还是有选择的自由以及对事件的掌控能力。所以说，暂时的犹豫不决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反而呢，它代表着你有在思考，而不是沉默的接受这一成不变的生活。另外，这边的权杖侍从代表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发生。那如果有，你可能需要马上的采取行动，而不是说纠结犹豫当中让这些好的机会溜走。而且看到这边权杖王后是一张很正面的牌，就可能有人会有一个非常丰盛的收获，收入会增加，投资获利，或者是有意外之财，亦或者是会度过一段很快乐愉快的时光。如果有些人正在打算做一些计划，踏足一些新的领域，或者是说有一个海外相关的投资也好，旅游计划也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可行的，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计划，可以尝试着发展一下，或者说是尝试的去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和调查。那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事情可能并没有达到你们期望的圆满程度，就可能，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但是它远远没有达到你想象中的那个高度，或者说是你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回报它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的丰富的，就你的付出和你所拿到的回报，并不对等。另外就是世界的逆位再加上死神，就说明你的内心是抗拒改变的，害怕去面对与断开，拒绝进入世界带给你的新的阶段，你只想停留在过去旧的环境当中，就无论是搬家、旅行，还是换工作、分手、拒绝他人，你都不愿意。所以因此你很有可能会错过一些机会，
所以要提醒我们第三组的小伙伴，不要畏惧结束那些消耗你的关系和不适的环境，也不要抗拒世界带给你的改变，因为这个改变是必然的，它是世界加死神一起带给你的，所以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如果没有去勇敢面对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困在原地，没有办法前行。因为这个改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嘛。如果你抗拒的话，就会一直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得不到发展和解决。那再来看一下神谕卡给你的祝福和提示。首先就是 Generosity。What good is treasure if you keep it for yourself？ 就是说，你的内在其实有很多温柔与价值，但可能过去都太小心翼翼了，所以宇宙是想鼓励你要敞开一点，分享你的想法与热情，就会有奇迹发生。你本人呢是拥有丰富的内在宝藏，就无论是独特的创意，还是你讨喜的性格，或者是一些独特的深刻的见解，这些都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不要将它们一直埋在你的心底，只让你自己知道。要大胆的与别人分享，表达你的见解，表达你的想法。可能就是当你敞开心扉的时候，高谈阔论的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许会收获友谊，收获新的合作机会，也有可能就是领导认可你的能力和价值，看到你，然后你获得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 Take the hill, be in control of your own ship。 做你人生的船长，掌握你自己的航线，不要等待别人决定你的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总想着随波逐流。特别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不要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也不要说先看看别人怎么做，然后你再去选择站队，或者是去从众，跟着大家做一些决定。就是你还是要积极主动的去思考，要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机会转机来到你的面前，不要害怕，也不要抗拒，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勇敢做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试炼。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三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呀！